说到财富，大家感兴趣的可能都是那我需要多少年才能财富自由呢？但是这个其实和每个家庭每个月的支出是息息相关的。说实话，在此之前呢，我也没有仔细算过我们家一个月的生活成本是多少，而且我也一直觉得我们家整体来说吧，消费预算是比较低的，应该也花不了多少钱。结果算出来还真的是吓了我一大跳。先简单说一下我们的家庭结构，有我老公，还有一个3岁正在上幼儿园的娃，还有一只成年的猫猫。那说到开销，无非就是吃穿住行、孩子、旅游、生活等等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挨个说一下。那首先先说最大头，就是住宿，这里面包含了房贷、HOA、房屋保险、地税、水电网费等等。那房贷上我们每个月是3025，我们是住在东湾的 townhome 里面的，房子买的时候刚刚好是100万，是疫情的时候买的，那个时候利率也很低，我们拿到的是30年固定利率 2.5%， 所以这个部分的花费其实我们算是比较少的了。那如果你按照今天 6.5% 左右的贷款利率的话，同样是100万的房子，如果你的首付是 25%， 那你每个月还是要还4700多的房贷。接下来到 HOA， 就是物业管理费，我们这边是275每个月。说起来 HOA 好多人都觉得好亏，但其实我觉得还可以，他们还是干一些事情的。那如果你买的是独栋别墅的话，这些其实都是要自己搞的。那 HOA 里面主要包含了公共区域的维护，像小区的绿化、公共照明等等，然后还有房屋外部的维护，像屋顶啊、外墙啊、阳台之类的。那我们家的阳台上面就是经常有很多的鸟粪，其实也不是鸟直接从上面拉的，就是从屋顶上面吹下来的。我们当时都头疼了好几年了，最近也是感谢 AI 吧，他就建议我们说可以去找 HOA， 结果 HOA 呢就真的来受理了。那我们给的理由就是鸟粪可能会腐蚀屋顶，最重要的还有 HOA 呢通常会购买整个社区的保险，就已经包含了建筑主体，像房子外面的东西、外墙、屋顶之类的，所以我们买保险的话就只需要买房屋内部的保险就够了。那房屋内部的保险我们是240每年，也就是20刀每个月。那接下来到地税，地税我们每年是13000，然后一个月算下来是1088。然后到房子维修这部分我们的花费是0，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房子是2017年建的，比较新，所以几乎也没有花过什么维修费，但是我知道湾区的很多人应该都是有这项支出的。然后最后到水电网这部分，我们是根据去年的平均花费来计算的，水的话是每个月45刀，电是每个月117刀，网的话是每个月25刀。那就网的话，我这里要提醒一下，就是大家最好是每年都看一下自己的网费账单，因为你当时办网的时候，运营商一般都就是为了吸引新的客户嘛，然后第一年都是很便宜的，但是后面自动续的话，就一般都涨得很多，就分分钟可能涨到100左右的样子吧，然后你自己也懒得看，就被他这样子薅了很多钱。然后接下来到下一个大头就是吃，我们家是因为我现在不工作，所以周中的时候一般都是在家里吃，那周末的话几乎就是在外面吃了。那吃上面就是2大类，一类是超市，一类是餐馆。那超市的话，我是按照1个星期100，那1个月4个星期就是400刀。这个花费其实是很难算的，因为真的是很零碎，就是在这边的人都知道我们经常需要游走于各大超市，所以就只能是个估算吧。然后餐馆上我是估了1280刀，这个说实话算出来有点吓到我，但是想了想，其实事实上也差不了多少，而且可能还更多。就是我是按照1个星期4次外出吃饭，1个月就是16次，如果按平均每次80刀的话，那其实算下来就是1280刀了。那在交通方面，我们家总共花费500刀。我们家现在是有2辆车，车的话无非就是保险啊、保养费啊、油费啊等等等等。保险上面我们2辆车是半年是1200，那1个月就是200刀。那保养费的话也是每半年保养1次，然后算它一个车每次保养150刀吧，平均下来就是2个车每个月算下来就是50刀的保养费。那油费呢，我就姑且算是2个车加起来需要3箱油吧，大概就是200刀。
就是 DMV 的车管所注册费。2个车我算了它600刀每年，那1个月就是50刀。然后接下来的话是孩子跟宠物。那有孩子的家庭这方面肯定也是一大笔支出了。我们家娃现在是正在上 daycare， 是那种蒙氏教育的，每个月的学费是1800刀。然后有娃都知道我们需要遛娃嘛，所以我相信很多家庭都是有一些地方的 membership， 比如说动物园啊、游乐场啊、博物馆啊等等。我这里是估了，我们家是50刀每个月。然后是礼物，就小朋友有的时候会去参加一下同学的生日派对，我们有时候也需要时不时的给他买一点礼物之类的。接下来是兴趣班，我们家现在花费是0，但以后这部分花销肯定是免不了的。比如说我们2个月之后可能会送他去学跳舞吧。然后最后是宠物，宠物这里我们是估了50刀，包含了猫粮、猫砂、猫罐头啊、零食啊等等的。然后接下来到旅游，这边我是估了1250。旅游方面呢，我是分了2大类，一类是美国境内的短途旅游，一类是每年需要回国一次。美国境内的短途旅游是估了750刀每个月。那其实这个也不是说我们每个月都要出去一次，然后每次就只花750刀，其实是平均下来的。这里我是估了我们每2个月有一次3天2晚的短途旅行。那3天2晚的旅行的话，就是机票估了500刀，因为3个人嘛，酒店就400刀，吃饭要600刀，这样其实加起来就1500刀了。那还有租车啊、油费啊啥的，其实我都还没有算进去。所以就是一次旅行是1500刀，那每2个月一次，那每个月的话就是750刀嘛。那接下来就是平均每年要回国一次，回国的花费就很多了，主要是机票3个人都已经比如说有个3000刀了吧，然后剩下的回国还要买啊、吃吃喝喝啊、走走亲戚啊，要出去旅游一下之类的，轻轻松松就花很多钱。这部分我是估了总共6000刀，那除以12的话就是500刀每个月。然后接下来到医疗，包含牙医啊、家庭医生啊、专科医生啊等等。虽然说吧，在美国如果你有保险的话，那几乎保险都是包的，但是吧，药还是得买吧，挂号费还是得交吧。这里假设就是每个人1年看牙2次，看家庭医生2次，看专科医生1次，那光挂号费就200多刀了啊！这个其实都已经是很保守了，因为就是有娃都知道，他们上学以后呢，就经常从学校带回来一些病毒，一年都不知道带他们去多少次急诊。对，还有医保。就是虽然说老公在公司也可以给家属买医保吧，但是多多少少还是要花点的。那姑且全部算下来，我就给他估个1个月150刀吧。接下来到生活部分，这部分就比较杂啊，我总共估了500刀，然后里面包含了穿着像衣服、鞋子之类的150刀，日用品啊像纸巾、洗衣液等等等等，这边是100刀。然后还有个人护理方面就包含理发啊、护肤啊、化妆品之类的，我也是只估了150刀。还有各种订阅，像 YouTube 啊、iCloud、Amazon Prime、Spotify， 还有健身房之类的，这边总共加起来我给他估了100刀。然后最后是通讯手机话费，目前我们家在这个方面的花销是0，因为老公用的是公司的手机，我用的是办网的时候他送的一个套餐，也是免费的。那最后面就是其他大额支出，这个我是指像奢侈品啊、电子产品，像手机啊、相机啊、电脑之类的。那我们家其实很少花这些，但是呢其实也不是完全不会买，比如说手机啊、电脑啊，那需要的时候还是会买一些的。这边我只是非常保守的估计了，就是每年就买一个吧，比如说那就是100刀每个月吧。所以这些加起来总花销就是10752。你们觉得出乎你们的意料吗？反正是挺出乎我的意料的。那如果你也好奇你的月支出是多少的话，我会把我用的 Excel 表格放在信息栏，你就对应填空就好了。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分享。如果你还喜欢今天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加关注。我是龙龙，我们下期再见。